我明白了，父亲，你当年有多难。晚年的李世民跑到他老爹李渊的陵墓哭诉自己的愧疚。原来嫡长子李承乾因谋反被废，魏王李泰也因谋求储位被流放。李世民为了避免再出现兄弟相残之事，最终选择性格温和的晋王李治为太子。而为了大力培养这个小儿子，李世民还安排房玄龄长孙无忌和李世继马周等人辅佐。可虽说儿子们的夺嫡之争已然尘埃落定，但此事却让李世民又想起了17年前的玄武门之变，一到晚上就会被噩梦纠缠，搞得心力交瘁。当初有秦琼和尉迟恭为他守护，可现在尉迟敬德也已经老了，秦叔宝更是去世多年，因此无法入睡的李世民开始想念自己的父亲。于是天还没亮，他就让人备马，自己要去一趟县陵找自己的老爹，好好哭一场。父亲，你的长孙承乾谋反没有流血，你的重孙青鸟谋反没有流血。父亲，我不能杀他们。愧疚的李世民在老爹李渊的陵墓前大声承认自己的过错，并告诉父亲自己已经册封智奴为太子了。但他不知道智奴到底合不合适，毕竟他是在仓促之中选出来，不知道他能否能撑起这大唐天下。因此他想向父亲要个答案。父亲，你告诉我，他合适吗？而李世民此时也终于理解了父亲当初选继承人的时候有多难。为了不让儿子互相残杀，李渊不惜决定破果安家，让李世民去洛阳当皇帝。4个儿子，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了，这就是得天下的代价吗？等哭诉完后，李世民又转头来到了凌烟阁，他打算再见一见自己的老朋友们，来缓解一下忧伤。看着一位位老朋友的画像，李世民心中感慨万分。可当他看到尉迟敬德时，李世民不由得用手敲了敲他的胖肚子，脸上终于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第二天，尉迟敬德得知李世民又做梦后，便赶忙来看望他。可他人还没到，那熟悉的笑声却先传到李世民的耳中。陛下，哎呀，赐我坐吧。赐座。哎呀，这两仪殿呐，走起来还真有点远呢，真是不如以前了。尉迟敬德作为李世民的头号马仔，他们君臣二人的关系真是非一般的朝臣可比。尉迟敬德也非常感念李世民为他做的一切，让他拥有现在的富贵。他十分满足地告诉李世民自己现在幸福的小生活，在家里啊，吃吃自己想吃的东西，穿穿自己想穿的衣裳。尉迟敬德说，有一次他还吃了马肉，遥想当年打窦建德的时候跟你一起大口吃马肉，那日子别提有多怀念了。李世民听后却笑骂他真是作孽。打天下靠的是马，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，能吃马肉吗？酸的，马肉是酸的，不能吃啊。两人一起回忆当年金戈铁马纵横疆场的日子，这也让李世民瞬间一扫胸中的阴郁。而这时尉迟敬德才说出自己此次来的目的。陛下，我这次来听说你又做梦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而且你做的是噩梦。尉迟敬德提起自己在玄武门之变后给他当门神的事情，而现在做噩梦是不是因为承乾李泰的事啊？李世民无人诉说的心事就这样被尉迟敬德说了出来，直接让这位天可汗舒了一口气。尉迟，你知我心呢。不仅如此，尉迟敬德还提议让李世民做一场法事驱鬼。你知道我不信这个，我是不是老了？最近我时常想，我应该活得长一点，再长一点。我想看到太子登基，我自己退为太上皇。我想看到大唐的人丁兴旺啊！等尉迟敬德走后，李世民又找来了长孙无忌，再次聊起了太子的事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，李世民总感觉李治缺少阳刚之气。那一日，李治身上的王者之气就像是昙花一现般，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还是担心李治担不起这大唐的江山。听到李世民的想法，长孙无忌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，赶忙解释道：“现在不是打天下，而是治天下了。治天下靠的是君王的智慧和能臣的辅佐。即便君王弱一些，那也没有多大关系的。”但虽说如此，李世民仍旧心存顾忌，于是他随即说起了自己心目中的太子2号人选，那就是他的第三子吴王李克。李世民表示，前几年的时候他就观察过吴王李克，曾经跟李克一起打猎时，看他遇事英武果敢，越看越像年轻时候的自己。我看这孩子像我，你说立他为太子怎么样？长孙无忌听后长叹一口气，我这妹夫怕是换太子换上瘾了。于是不断警示李世民，夺嫡之争历历在目，难道陛下还要重蹈覆辙吗？可是李世民听后却脸色大变，恶狠狠盯着这个大舅哥。
你是不是因为李克不是你的外甥，你就不同意？是不是？李世民的反复无常让长孙无忌无语。长孙无忌表示，太子是什么人？是一国的储君。一旦君王有什么不测，那太子就能全面执掌朝政。这样的人要是一直换来换去，那迟早会出事的。陛下理智仁厚，他是守得住文治的江山的人。在长孙无忌的劝说下，李世民最终还是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。可李世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自己无意间的一句话，在多年以后却给吴王李克带来了灭顶之灾。就说在永徽4年，房遗爱谋反案东窗事发，因而在长孙无忌的操纵下，李克被牵连获罪。在临终前，李克曾怒骂长孙无忌弄权，并发出如果若祖先宗庙有灵，他的长孙家族必遭万劫不复的诅咒。而长孙无忌的结局不幸被李克言中。在李克死的6年后，长孙无忌同样被诬谋反。令人惊叹的是，他的死法也和吴王李克一模一样。不过这都是后话，我们言归正题。贞观18年，大唐前往漠北的使节带回一则让李世民大怒的消息。薛延陀在漠北弑君暴政，不仅截断了北方各部落向大唐进贡的道路，还将周围的小国都欺压得苦不堪言，于是纷纷向大唐祈求救援。李世民作为东半球的话事人，自然是不能看着手下小弟被欺负，于是决定御驾亲征讨伐薛延陀，并将太子李治一起带去前线。大唐皇帝令，命司空房玄龄留守京师，右卫大将军兼工部尚书李大亮为右副留守官。贞观18年10月初9日，我们出发以后，朝政由你全权处理，朕就只管北伐的事。陛下放心。最后说句题外话，剧里说打的是薛延陀，其实打的是高句丽，原因和突厥改成草原18部的意思一样，就是为了避免外交紧张。臣妾死于前周了。父亲，你到底为什么偏袒魏王？我知道我已经不是太子，明天就身首异处。这是李世民人生中最后一次御驾亲征，为了专心征讨高句丽，李世民将京师朝政全权交于房玄龄处理。可怎料李世民的大部队刚出发没多久，首都长安就出事了。一个脑袋感觉不太灵光的小伙擅闯宰相府，说有重大机密要上奏司空大人。先生有何事呢？请并退左右。房玄龄一听事儿还不小呢，于是一个眼神喝退左右。接着他询问对方到底有什么秘密。小伙嘿嘿一笑后，便当着房玄龄的面，居然说房玄龄要篡权谋逆，联合外邦，企图侵犯大唐。此话一出，老房直接无语到发笑了。你告发我，又来告诉我，这还是告密吗？我看你是因有密要告，紧张的糊涂了吧？我没糊涂啊，我要告你，司空大人房玄龄啊！听见他的再次确认后，谨小慎微的房玄龄为了避免他人口舌和李世民的猜忌，于是直接让手下将此人送到前线，让李世民发落。可对此，就连长孙无忌都忍不住的吐槽了起来。哎呀，优柔寡断呐！李世民也是很无语，我已经给了他皇帝的权力，就这么一点小事还要让我处理？我把他留在京师何用？随后，李世民命人将告密者带到面前，在了解了来龙去脉后，这位天可汗二话不说，当即下旨。斩！是大唐皇帝万岁万万岁！走！大唐皇帝万岁万万岁！你转告司空，我只替他处理这一件事，没有第二次。这就是李世民的处事方式。俗话说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也正是因为他对功臣一如既往的信任，从而让他深得臣子们的心。然而李世民的此次亲征也并不顺利。大军刚抵达洛阳城时，李世民又收到了2个晴天霹雳的坏消息。第一个坏消息是馈运使韦挺没有先行视察运输河道，导致600艘粮船因此全部搁浅在了河床，差点搞成了粮船主题公园。先行的粮草出了问题，这个仗你让我怎么打？愤怒的李世民直接下令免除韦挺和崔仁师的馈运使正副职，押回长安问罪。然而李世民不知道的是，韦挺督导的600艘粮船之所以会搁浅，全是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在暗中使坏，为的就是要彻底清除魏王的党羽，巩固李治的太子之位，以免让魏王李泰咸鱼翻身。现在除掉了韦挺、崔仁师，就只剩下一个岑文本了。前魏王只是被流放，赶紧把前魏王那些党羽都灭掉，才能确保太子。在处理了韦挺等人后，李世民又收到了第2个坏消息，那就是前太子李承乾去世。承乾死于前周了。公元644年贞观18年12月，李承乾死于前周，年仅27岁。面对这个噩耗的李世民再也绷不住，毕竟白发人送黑发人向来都是最残忍的事情。停止一切公事，按国公的待遇，
埋葬成见。处理完这2件事后，李世民于贞观19年2月从洛阳正式出发东征高句丽。半年的时间里，唐军一路无往不克，先后拿下盖牟城、辽东城等等10几座城池。稍作整顿后，便直逼安市城，也就是今天的辽宁鞍山。可此时天气已经进入了9月，辽东地区天气转寒，后勤补给变得异常困难。唐军不适应严寒气候，士兵和马匹开始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，就连大将李世济也在严寒下病倒了。而且御医还表示这病没得救，不过他倒是提出一个偏方，不知道行不行的。我有个偏方，说是龙须的灰能治疗。李世民一把揪起自己的胡子，接着用刀将其割下，然后交给御医拿到油灯上烧成灰。原来传言龙须灰入药可以治百病，这可是龙须啊！将军的病一定会好的。谢陛下救命之恩！李世民凭借一撮胡子收买人心，而古人还偏偏最吃这一套。如今朝廷里的大部分武将老的老，死的死，正是后续无人的时候，李世民无论如何也要给儿子留下一个能打的将军。我选了很久，如果我有万一，你是可以托孤的人。陛下放心，臣绝不辜负陛下的嘱托。感动的李世济哭得稀里哗啦。要知道托孤的杀伤力有多大，你看看诸葛亮就知道了。这个信任程度放在古代，那可是要拿命去填的。李世济自然也不例外。报陛下，外面下雪了。李世民闻言赶忙走出去查看，看着漫天飞雪，李世民心中五味杂陈。要知道历朝历代的征伐漠北最怕的就是下雪，因为大雪会将草地覆盖，战马也就没有了吃的，再加上道路湿滑，粮食也不能及时送达。而且中原人又无法适应漠北寒冷的气候，如今也只有退兵这一个选择了。可李世民心不甘，因为这次的目标是覆灭高句丽。眼下虽说唐军把高句丽的主力打散，但等日后他们重新聚拢，又是一股有生力量。可面对眼下这变幻莫测的天气和低迷的士气，李世民不得不退兵，而将士们同样是不甘心，毕竟离大功告成只差一步之遥。不退兵也没办法。陛下，整整1年的时间啊，难道你就这样放弃了吗？天不顾。陛下，真的是要退兵吗？李将军，你也反对我退兵？不，我要说，陛下的决定是对的。李世济已经看到了这场战争的结局，他直言不讳地表示，如今留在漠北也已经是无用功，粮草补给不上，如果再被敌人断掉后路，我们很有可能连家都回不去。我们输定了，还留在这儿干什么？我们还有好几万将士呢。几万将士？我们仗已经打输了。几万将士留在这儿，等于是送死，留下的是几万具尸骨啊！有了李世济的劝谏后，李世民更加坚定退兵的决定。而这场憋屈的胜利，也是让李世民再次想起了魏征的好。他不禁感叹地说道：“魏征如果在，他会阻拦我出兵。回去以后，到魏征的墓前，以少劳祭奠，砸了的墓碑重新树立。”魏征如果泉下有知，可以含笑九泉了，因为他的范言直谏在博取身后美名的同时，更多的是为了让大唐走向贞观盛世。而唐军即便已经下定决心班师回朝，但漠北寒冷的天气还是冻死了很多的军士和马匹。在经过一路的颠簸，大军终于回到了定州。虽说这次没灭掉高句丽是不小的遗憾，但值得欣慰的是，此战李世民又寻得一名清将才，这人正是白袍小将薛仁贵。